脾胃虚弱说的是我们的脾脏和胃部，如果脾胃出现问题，那么身体势必会受到影响。所以生活中我们要好好的养护脾胃。那脾胃不好的人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，脸色泛黄。脾胃虚弱很容易影响血液循环，如果面部呢得不到血液的滋养，就会出现泛黄的情况。除此之外呢，还会有手脚冰凉的现象。表现二，舌苔黏厚。正常我们的舌头应该是淡粉色，而且呢只有薄薄的一层白色。但如果舌苔出现黏腻增厚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脾胃虚弱，引起体内堆积湿气，从而出现了这种情况。那脾胃不好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呢可以常喝一种水，就是用陈皮泡水喝。陈皮也就是晒干的橘子皮，陈皮营养价值很高，它可以归胃经和脾经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。所以呢，经常用陈皮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祛湿、健脾、化痰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。多喝水不如会喝水，每天这3个时间段喝水，或许更易长寿。第一个时间，早上起床后。经过一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我们身体是处于一个非常缺水的状态的。如果这时能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补充水分，还能够帮助清理肠胃，有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二个时间，吃完饭后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肠胃是在大量工作的，如果这时喝一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对缓解便秘也有很好的效果。第3个时间，晚上睡觉前。除了上面的2个时间，大家还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水，因为我们睡觉时血液流速会变慢，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。如果睡前喝杯水，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形成。所以大家如果每天在这3个时间喝水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，也更容易使人长寿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身体呢是离不开水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喝水，也不要用饮料代替水，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喝水习惯，才能让你更。我们如果看见一个人耳朵大，就会说，哎呀，耳朵大有福啊，还挺羡慕的。其实耳朵呢是有很大作用的。一身之气贯于耳，像经常失眠早醒的小伙伴，就可以多按摩一下自己的耳朵。那怎么按摩呢？下面让木子来教你吧。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呢夹住耳尖儿，先轻轻的上提，然后再揉捏。揉捏的时候最好呢轻一点，感觉耳朵微微发热就行。每天睡前按摩个10分钟，可以帮你呢疏通气血，促进睡眠哦。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，就可以躺在床上坐一坐，助眠效果还不错。50岁之前，若这3处出现白发，可能还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第1处，后脑勺。如果50岁之前后脑勺出现了白头发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那中医认为后脑勺和头顶是肾脏的反应区，所以后脑勺出现白发，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补气血和黑色的食物，有助补足肾气。第2处，两鬓。两鬓是肝脏的反应区，如果两鬓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比如肝火旺盛、肝炎等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建议大家少熬夜、少抽烟、少喝酒，可以多吃一些护肝食物。第3处，前额。前额是脾胃的反应区，如果50岁之前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脾胃不好导致的。建议大家管住嘴，少吃辛辣、油腻还有冰冷的食物，3餐定时定量，注意保暖，有助脾胃健康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出现白头发就要小心了，最好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好及时调。冰箱坏得更快的3种食物，你知道几种？尽早告诉家人。第1种，黄瓜。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买回来的黄瓜放在冰箱，没2天就已经腐烂了。这是因为黄瓜放到冰箱里，一旦触碰到冰箱内壁，表皮出现进水的情况，就容易出现腐烂。那建议大家放在干燥、洁净、不要太通风的阴凉处会更好一些。第2种，西红柿。西红柿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大家也喜欢将吃不完的西红柿放在冰箱内。西红柿若是经过低温冷冻后，很容易变质，出现腐烂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将它洗干净，放在保鲜袋里冷藏起来。
第3种，青椒。青椒是家里经常会用到的食材，不过青椒最适合储存的温度是7到8度。如果在冰箱中放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被冻伤，出现变软、变味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将青椒放在干燥的阴凉处保存，还可以用报纸将青椒包起来，这样会更好。所以大家在买菜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时候，最好少买，只要够当天吃的就行，要不然放时间长了，食物变质，这样就很浪费了。肺部不好的人，立秋后做好3件事，强健肺脏，养肺护肺。方法1：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两腿微微弯曲，呈下蹲的姿势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弯曲手肘，然后站起时做扩胸动作，同时配合着腹部呼吸，这样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可帮助扩大肺活量，强健肺脏，对养肺有很好的效果。方法2：多吃养肺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养肺食物有莲子、百合、雪梨等等，这些食物立秋后吃，对肺部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方法3：每天进行有氧运动。大家都知道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立秋后，大家可以早晚出去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每天坚持，对肺部健康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那立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多人心肺功能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妨试试上面这3个小方法，坚持下去，肺部可能会越来越好。肺部不好的人，手指会有2种表现，每天敲打5分钟，养肺护肺。表现1：出现杵状指。杵状指一般出现在长期吸烟的人身上，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指指尖变粗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，最好检查一下。表现2：拇指肚干瘪。大家可以试验一下，用力的按压一下大拇指指肚，如果出现干瘪的情况，而且一段时间不能够恢复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你手指出现上面这2个异常，就要抓紧养肺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有很好的养护肺部的作用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敲打手臂处的肺经，从肩胛骨凹陷处沿着手臂内侧一直到拇指内侧端。敲打肺经的时候，手握成空拳，从肩膀开始，从上往下的敲打到手腕，手腕到拇指内侧这段可以用手指按压，每天这样敲打3到5分钟，每天坚持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养肺效果。甘油三酯偏高怎么办呢？其实甘油三酯偏高，我们要在饮食上注意。甘油三酯高呢，要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那这类食物不仅能够刺激肠胃，也能够损害血管的健康，使人出现甘油三酯偏高的情况。还有要少吃油炸的食物，油炸食物里含有大量的脂肪和反式脂肪酸，如果吃多了，也会使甘油三酯升高，影响血管健康。除了少吃两物外，平时还可以多吃点山楂。那山楂里含有丰富的类黄酮物质，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，对改善甘油三酯含量、养护血管也有帮助哦。那好的身体要长期坚持才行哦。甘油三酯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物质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血管堵塞，导致多种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注意，平时记住多做2件事。第一，多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如果每天坚持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力，对甘油三酯的排出有很大帮助，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。第二，多喝水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多喝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经常喝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。所以甘油三酯偏高的人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这样可以让血管更干净健康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除了多做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要少吃一种食物，高糖食物。高糖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而糖分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，容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。比如我们平时吃的饼干、蛋糕、各种饮料等，都属于高糖食物，所以应该少吃这类食物。
甘油三酯偏高的朋友，如果能做好上面这3件事，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堵塞，稳定血脂，对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含量也大有帮助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